弱者规避耻辱，强者化耻辱为动力去完成翻盘跟复仇，这就是 KSG， 就这人你打不崩，这队伍是很厉害的。然后所以今天的 TDG 如果打到他们的话，我很赞同平子老师那个观点，你不要去放养小雪。因为他们是一支标准的中路为驱动，上半区双状元连线，下半区打不崩这么一支队伍。你如果放着他自己玩，去跟他上半区死磕，我觉得并不占优势。就我给大家说一个比较典型的数据，在整个春季赛季前，无言跟句号2个人一起拿了32个 MVP。这种情况，然后流浪1个人还拿了12个，也就是说他们整个上半图的3个人拿了44个 MVP。是的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跟他们去对撞上半图，我认为有点过刚了。那下半图你也不要去死磕，我觉得稳住打就好了。因为其实，在决赛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之前聊到道仔，道仔在整个春季赛的线杀率跟线杀数是在射手位第1的，但是也没把 KSG 的发育度打崩。对，最多是完成压制，但压的也没有办法压出这么太大的优势。所以这场比赛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战术方针去针对发育度打，就很重要了。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局比赛 ，KSG 他们是选择的红色方，在红色方他们做出的 BP 是选择放出了敖影，放出了盾山，然后搬掉了鲁贝纳斯和元坦之后 ，TDG 直接选择了敖影，这样的话就封了 KSG 这边。没有办法去选择像吃煞这种英雄，但是苏烈 KSG 还是选择了一拿，拿完了之后拿苍，目前也是比较常规的在发育的一个对线敖影的英雄，用苍来跟他打对线。苍打敖影，而且这场比赛的话，因为都是 KPL 赛道，我们就不用考虑这个祝福的事情了，大家后面再看。对，狂铁加少思源，就是虽然说我们版本有一些变动，但是大概率啊，上来就是一上来 KPL 的大部分队伍是不太敢去。螃蟹吃的太狠，其实也没太多的螃蟹给大家吃。我其实比较期待的是还是源流，但是难度感觉它不太好替代元坦的位置。对，主要这个版本大家玩的比较多的是名刀司命这件装备，以及在大团越塔的过程当中，4分钟之前，如果你是5人越塔的话，最高减伤能达到40%，所以这种越塔会影响到双方在1分半到2分半的那一波下半图或上半图的越塔节奏。看一下敖影这把不好玩了，因为敖影出的很早，所以在马超这个点上，在3楼的位置就亮出来，而且 KSG 知名的上野马超摇摆，你不知道这个马超是什么位置。对，句号在马超打野的时候也是有个非常精彩的表现的，然后苍又是一个打敖影的点，他们已经2个英雄去 counter 到你了。而 TDG 的话，他是选择了狂铁加上少思源这个很强的前中期的英雄。然后敖影在下路自己可以1个人玩，那么看得出来 TDG 还是想要在上半图发力的。2轮班位 KSG 3班打野，元次也搬了。是的 ，TDG 处理掉的是中路。而且马超其实是春天打狂铁胜率相对占便宜的英雄，就大部分英雄打到狂铁的时候胜率都非常低。但是正常来讲的话，马超在前期还是要被狂铁小压一下。他反正不给你打线上，是他把线抢就走了。而且你压他塔的话，他不会漏刀，他可以用万刃归鞘把刀给补了。武则天，TDG 是3班中单，3班中单之后放武则天出来 ，KSG 肯定是接完了武则天之后 ，TDG 拿出了沈梦溪来固定稳定中轴。这样的话，沈梦溪加狂铁加上少思源，在打野的位置再补个杨戬，强度拉满的阵容啊，上半图。看来 TDG 第一把还是要跟 KSG 在对抗路一较高下，在中轴上碰一碰。没办法，敖影这就拿出来，你在发育路想强占优势也比较困难，因为太早了，1楼的话被 counter 太厉害了。那看 KSG 最后这手马超的定阵放在哪儿？3班中路也没办法，第一局的话中路英雄封不死，新科的 MVP。流浪手摇摆，流浪英雄池还是太深了。那最后一手还是把马超放到了对抗路，选择了夏侯惇，再加强度。让卯足了劲打中野辅了，这样也挺好，因为你玩本来就你就让马超去跟狂铁玩呗，把战场移到团战里去。不然的话你还得补一个跟狂铁对线的什么沙特什么的，感觉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。但前期的话 ，TDG 的中轴还是强的。TDG 的中轴，沈梦溪的雷可以一直给到 KSG 压力。不过武则天这个版本主要是，对呀，苏烈夏侯武则天，就武则天他可以用大球把先清完就走了，然后等到苏烈2级有闪的那一刻，其实对于 TDG 而言，他就要小心一点，苏烈直接开他，对吧？你关键是 TDG 自己啊，我觉得这个进攻尺度要拿捏好。就 KSG 这个阵容的中野辅对抗上确实不虚。然后发育路对线上苍打敖影也没什么问题，也是好打的。
苍打敖影两个人在下路，你杀不了我，我也杀不了你，两个人护着新线吧，就看哪边先动起来了。就是抢中是这局比赛的重点，中轴抢完了，然后两边去打边线节奏。只要 TTG 他中轴快也快不了多少，武则天大球一清，基本上线就没了。但主要是这个休赛期都不能叫休赛期，我们这短暂的休息时间其实有点短。就我们大家也好奇说 ，TTG 跟 KSG 他们在挑杯的一上来这个状态怎么样？首先11号才结束的决赛，是真没几天，对吧？今天25号，半个月。然后这2周的时间 ，KSG 我估计他们选手们最多也就休息个3、5天不得了了。哎，你休息个几天，然后会开始继续训练，然后就要准备到北京，还有一些拍摄，有一系列的拍摄，然后耗费在路上的时间，包括一些你正常的一些日常的工作，哎，商务等等。其实整体下来的话，时间是非常紧迫的。对，那 TTG 的话，他们的时间会久一点，因为他们是打完了季后赛的第2场比赛就休息了一下。有相对充足的休息时间，可能还是真的，这也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看看能不能调整得更好一些。是的，因为他们在春季赛的最后一场比赛输的，我是感觉他输的有点憋屈，因为他被 DYG 给设计了。哎，就那场比赛的话，他又是遇到芈月，又是法爆刘邦的。就那场 BOC 之前打黑肉，我个人的感觉是 TTG 已经完全调整好了季后赛状态，但没想到点教后面给你来了一波阴的。那你输的更得服气了，真的。那你输的一点，那就是我觉得他们更要好好调整的原因。这种输的那叫一点脾气都没有，就别人靠手法跟我自己的准备的细心的备战，直接把你打的头皮发麻，你能如何，对吧？是，所以在这场比赛，尤其是到了挑战者杯单败淘汰，刚刚在季后赛败者组的比赛里面吃过亏的广州 TTG， 他就有可能会在这场 BO5也给 KSG 来一些新的。你要做好这种准备，这种是你不但要去服，你还要去学习的点，因为在挑杯你更要用好这点。32强到16强，16强到8强的这个过程里，本来就是单败淘汰赛，你能掏出一些冷门的大礼包来，直接给对面一拳送走，那是你的本事，对吧？所以在今天的这场比赛，包括后续的比赛里，我们也期待哪些队伍能够掏出一些我们看不到的，对吧？我们所谓的螃蟹啊。是，这也是我们 S43赛季陌上相逢的第1局比赛了，看看2支队伍能打成什么样。来吧，看看夏天这场风到底会吹成什么样子。蓝色方广州 TTG， 红色方 KSG 进入比赛。不会有什么他们的独特设计，有一些无规则打野，看是不是会出现。但沈梦溪这边已经看到了视野，知道他是红开，骚扰一下啊，状态消耗的很不错啊，赫兹这边压制力很足啊。一个人进野区，红贝消耗了2个半血出来，再炸一波，但只有一个人，一个人的话呢，只能放线权打状态。不过夏侯惇还是太顶了，2技能的护盾直接顶了消耗。然后再回头，中 F 一起，然后帮助句号提速。而上半图的话，嘉欣已经提前过来了，那上路的空间之灵 ，TTG 这边就可以拿了。上路拿完，直接传下来帮助敖影。在下路打对线，上路这个时候4级的杨戬加上狂铁是 KSG 无法应对的。是的，主要这个版本的话，越塔跟之前的情况不一样。其实2支队伍，特别是 KSG 之前在这种4分钟的时候，放暴君越对抗路的情况是做的是非常多的。但是现在的话，4分钟之前塔下减伤固定是25%的情况之下，每多1名敌方英雄额外降低3.75%的伤害，也就是说5个人越塔最多减伤40%，这你就没法打了。这个塔你就越不了啊。是某种意义上讲，前期的速度会被放慢。还有就是这个版本的名刀，它是有升级的，对吧？这我们说名刀14级增强版本，恐怖如斯。满额是1.7秒的免疫致死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尤其是像马超这种英雄，它是可以考虑的。是的，就对于很多操作型的英雄来讲，有一些质的飞跃啊。包括大家都人人都喜爱的英雄项羽，也得到了
应该说也吃到了明刀的红利。嗯，两边打野都到4级之后啊，在中路的碰撞会变得更多一点。现在中轴都是不会放的，下路岁月静好。这两边是动手嘛，肯定也不看线上的这几个人，嗯，看谁先按耐不住。看等4分钟的这波龙团了，因为龙团的话，一边是杨戬，一边夏侯惇，还是要去冲一冲的。但其实 TTG 这边要动手的话，基本就是嘉欣主动动手。然后萝卜这边的话，毕竟是个狂铁，他有一定先手能力，但没那么强。但是 KSG 他这边能动手的人偏多，他夏侯、武则天、苏烈3个先手点，就是 TTG 这边也要稍微做点防备。对，他都能打。进野区反了一波山豪。医生在春季赛的苏烈胜率还是奇高无比啊，拿了14把，赢了10把。也是老苏烈王了。嗯。这一把 TTG 是选择的看 KSG 拿了苏烈之后再拿了赵思源，这个也是跟大家的理解会有一些出入。但是我问过蛮多辅助选手的，就是觉得这2个英雄是可以互打的，看细节。这波提前顿号的红后，杨戬1技能过去，2技能刮一下，打波消耗，打掉了将近1半的血量。苏烈也没所谓，对，走位躲掉了这一狗，想拦截一下，不让杨戬进来。杨戬还没有满韧性条，所以这波让了。沈梦溪给雷炸一下，想尝试抢不了。TTG 今天还蛮稳的，不上头。嗯，甚至可能单败32进16，这个压力有点大。刚刚的嘉欣的韧性条不是很足，所以没有选择在龙坑硬拼这一波。对，但是那个位置第2狗效果也一般。第2狗是被医生的苏烈扭掉，往里硬打一定是不科学，哪怕光碟到了，毕竟苏烈、夏侯这种持续作战能力，配上一个武则天在河道的大招，还是太猛。就如果你只是上中野的较量，我觉得 TTG 是可以一较高下的，但如果你把辅助带上，就比较麻烦。这一个苏烈的被动就够 TTG 打一会儿了。主要他3灯有夏侯惇给他点。这2个大门板英雄顶在前头，上路直接过来换节奏，上去先打一波，打出了被动之后，马上过来强行点灯，但还有个灯没点起来，在人群里，那最终一血被嘉欣拿到，上路还能够突破1塔，下路的话是换了波塔，这波有点贪，这波是下边要拿，上边还不想给，有点想尝试一下。这波明显 TTG 的换塔节奏啊，对 ，KSG 想拖延一下，不是想那么容易给掉，他中间也感觉不能给，他想顶一会儿是一会儿，但是就没顶住。这局比赛大家都是看好了 KSG， 一方面是阵容对抗强度5v5的抱团，尤其是龙团阶段 ，KSG 的阵容要更强一些。是的。还有一方面就是新科冠军的加持。众所周知，预测先看脸。但 TTG 今天的第1把打的还是很扎实的。是的，就刚才没犹豫，刚才那个位置其实这个点很重要，就他们看到犹豫了就麻烦了。就可以稳但不能怂。那上路是让小雨断了波线，下路 TTG 这边也抱着团断了波线，都互做半途。杨戬再上来，但是夏侯这里确实是能顶住杨戬的压力。这也是他拿夏侯的主要原因，没有让马超摆到打野位。就是夏侯这个点，他正面确实不怂杨戬。就你前中期刚，我比你还刚。是的。他已经做出黄盾了嘛？该有的基础魔抗、护抗也都有了。罗波靠过来，给了波进攻信号，但中路没有线了。KSG 不会打，你马超把下路的线已经断完了。对，而且他们这阵容，他还是更希望马超能把线运得比较明白，比较舒服。走上去，野区大招直接锁走，法天象地打了出来。这样的话 ，KSG 可以继续稍微避一避，没压力，让马超继续处理反边线。是的，让双边继续发育，因为杨戬没有法天象地之后啊 ，TTG 的攻势就会缓和下来，甚至是 KSG 有可能主动动手。这波拍到了苍闪现拉开距离之后吃到了烧森大招，不过还好不是死，被打残了状态，没掉人头，没掉人头的话，这波 TTG 想进红区，但是红区没有东西，自己的红区要有 buff 的呀。反而是句号已经提前进到了红区观望，上路的话是直接去了高地的位置，让小雪去断一波线，断完线之后再回来有点来不及吧？来得及，还是有点想打啊，来得及，上路狂铁传下来了，刚好能够协防一波这个红区。
上路截了波线权之后，立刻转中，把中线再一抢，抢完了之后退出去。伍德根大招已经放完了，杨戬一上去2到了2个人，不过是2个前排，所以没有用。3段大招放完，打波消耗，走人了。不跟你玩 ，KSG 真的他就是不玩，他现在一直在出，他在打3线，他其实几条兵线一直都吃得非常舒服。刚刚 TTG 的这个决策很明确，就是你敢进他的红区不？他的那个方式是让敖影上路高地塔前断波线，然后狂铁可以传下来。如果 KSG 但凡产生一点点，你杨戬没有法天象地，我可以进你的红区的这个想法 ，TTG 可以直接从中路包过来，抓到流浪，拿到了1血，依旧是加薪的杨戬获得的人头。中路再打一波所有的消耗。把人打退，再打出被动，敖影疯狂输出，小雪跟小雨对点，开大招躲了一个跳射，拉开距离，在打掉流浪之后造了个减员 ，TTG 可以拿到这条小暴君。哎，足够决绝，他们知道这么一直被处理兵线、被运兵线不是个事儿，还是想在正面以点破面，找个人打一下。是的，终于逮到了。现在是 TTG 的单方面求战啊 ，KSG 还是要避战的。因为刚才看到，其实整个 KSG 的边线。一直这么运下去的话 ，TTG 容易正面不战而溃。这波苏烈在左草想绕一波，被看到了，看能不能走得掉。2技能已经放完，杨戬往前追，追不上。走远了。现在在 TTG 这边的上野的经济上都是领先的，打野队伍领先了1000块钱，能不能续上？把这个优势就借着这个击杀一直压。黄铁被顶回来，到塔下吃塔伤，一波集火，罗波掉了波点，然后苏烈2个大抢拍到了2个后排，马上过来之后直接2枪捅残了赵思源，自己再往外拉扯一下，反客为主。哎，这波罗波他是被控死了呀？不是，他是自己蹲在了那个过墙草，在中右的过墙草那儿，然后上去想就是毛一下。你懂我意思吗？就是想摸你一下，毛一点试一下，对，毛点伤害。你看这波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，不是他的位置选的有点，他身后空无一人，不是，他是拍完了他这个交了闪队友才来的。他这个2，因为他是往左边交的2技能，就有点尴尬。如果往右边交或者过草，其实也都没事。如果刚刚队友来看一下这一波又来了，在红后草找到了无言，把马超给控死了，在原地动弹不得。还可以打回来一波，刚好是10分钟，这条龙的话 KSG 还没有 run 掉的。大家礼尚往来。对，这波 TTG 又把前面掉点的拿回来了。杨戬1过去，2一下跟队友一起集火，想要收到句号，但是旁边的沈梦溪被苍给点死了。小雨位置还能走吗？走不了，再给一剑打中了敖影的大招，但是邵思源也倒了，双方打了波1换2，不亏啊。算